勇敢站出来，为石青姑姑作证。最终案件真相大白，也希望他们日后的人生都能无所畏惧。南诏二王子右婵安进京贺寿，却屡遭大王子暗杀。迎接二王子途中，楚楚明察秋毫，暗中帮他解了毒。为告别的离场，加一道相思的桥梁，聆听一场无声的宣讲，不伪装，过迷障，浮生虚妄，飘香总暗藏，将因果拆成行，企图跌宕，寻踪于微茫，已否认，写遗忘，路在胭脂的光，眺望，无畏四野奔荒，仰望，重读一字人间长廊，待真相越深埋越嚣张。这几天我把京城的南诏细作都揪出来了。都问出什么来了？有没有查到孔雀的消息？唯独这孔雀，我是连根羽毛都没查到。但是南诏最近来了一位高僧，叫神官法师，京中显贵对他推崇备至，惠妃娘娘都请了他做法事。丁姐，南诏可能借此生事，不得不防。大师，妾身礼部赵侍郎内眷，想请您去家中做场祈福法事。施主只需心念诚，佛祖自有回应。心诚，我心很诚的。之前就听小法师说，您的法会已经排满了。施主，师父此行的祈福法会的确已经排满了。知道师父德高望重，所以特将此事禀告了惠妃娘娘。这是惠妃娘娘的手书。还请大师看在惠妃娘娘的面子上，拨冗前来。施主既诚心所求，我去便是。多谢师父。师父，不急呀。罢了，都是命数。师父，其实您在庙外就察觉到了，可您一向顺从天命，为什么一开始要拒绝赵夫人？此来大唐，唯有一件太过重要的事情要做，关乎你我此生，本不想节外生枝，以防多生变故。这大唐豢养宠物成风，竟然有孔雀。这都是各地土贡而来，如今这孔雀飞入了寺院，看来是有些独特的缘起。阿弥陀佛。
你别动，否则便是个死。不过像你这种废物，连个畜生都不会杀，留着也没什么用。滚！父王，儿臣正在苦练射箭，争取早日为王庭霸业出一份力。哦，高罗前传来消息，老二已抵达行宫了。此时应该已经进了长安。二弟到底没经过什么事儿，途中惹出这么多乱子，还耽误那么久才到长安，平白丢我南诏的脸吗？我不管你跟老二之间有什么过节，他代表的是南诏的颜面。如今大唐跟南诏的关系敏感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不能再给我惹出什么乱子来。是，儿臣明白。你不用着急。如今的大唐棋局已经不好，等吃掉那几个该吃的棋子，这盘棋我们就赢了。父王，儿臣愿为父王冲锋陷阵。董尚，如今父王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谁呀？你这心里边还不清楚啊？儿臣明白。南诏正使耽误了寿昌节，果然触怒了唐皇。这接风宴够草率的。安郡王倒是来了，为了留颜面，还是提防南诏，可就不好说了。听说这位正使来头不小，是南诏王的义子。这个节骨眼上送到大唐的，能有什么来头？义子，亲生的才是儿子。来。父王，儿臣昨日猎的肥羊，特意令人腌制好，用小火细细烤了几个时辰。您尝尝。我儿有心呐，来，跟父王一起用膳。哎呀！味道不错。二王子远道而来，虽未赶上寿昌节，却也是南诏对我大唐的一番诚意。在下礼部侍郎黄履，愿满饮此杯，敬二王子。听到没有？礼部侍郎话里话外都在说南诏敬畏大唐，这杯酒可不好喝呀。当年你二弟啊，突然被带回南诏王庭，成了许多人的眼中钉。他们明里暗里的给他使绊子，父王从未插手，都是他自己咬着牙活了下来。此次又平安抵达长安，说明他命不该绝。是。南诏与大唐比邻而居，唇齿相依。我为南诏王子受王命而来，这杯酒应当是我敬诸位大人，以示我南诏向好之心。请。父王，儿臣也可以为您出使啊。你以为那是什么好差事啊？你要是去了，唐王就是刀俎，你是他砧板上的肉。再说，你是王子，岂能出使啊？和南诏王子大唐相会，幸会。我新罗与南诏远隔山海，
希望日后有机会介入大唐，出使南诏。有意思啊，这高罗谦对他家二王子是一点儿都不上心啊。何止啊，他是要这右丞安在大唐举步维艰。此次我让老二去呢，也是想借机试探试探唐王的态度。这外使对南诏二王子这么感兴趣吗？毕竟如今这南诏不可同日而语。本王另有重任，交于你去操办。父王，您尽管吩咐。不管这右丞安是不是挡箭牌，他南诏的狼子野心也是昭然若揭。等待时机，攻打胶州。是。敬二王子一杯。诸位大人，我改日设宴，再款待诸位大人。您这是看不起我们呀？二王子风寒未愈，不宜多饮。几位大人只顾着好客，怕是没注意。区风寒。秦大人，喝多了吧？回去休息休息。光顾着看见二王子高兴了，喝得头有点痛，失礼了，失礼了。二王子若要更衣，我可以着人送你。这杯，谢安君王解围。这一杯，谢王爷王妃的救命恩情。本王所为皆分内之事，王妃的酒，本王代饮了。没想到此行出使大唐，竟也遇到了值得相交的人。看什么呢？回来啦。你喝酒了？只喝了一杯。是宴会上出什么事了吗？怎么连你也要喝酒啊？来，为夫给你慢慢讲来。他身上总有种逆来顺受的感觉，可他好歹是南诏二王子啊，怎么会过得这么惨啊？王位相争，多的是兄弟阋相，血缘相生，更何况突然出现一个二王子，没有尊贵的血脉，却被强加了一个尊贵的身份，摆明了，这是南诏王给右龙胜找的一块磨刀石，也可以说是挡箭牌。那右承安对南诏王的心思一定心知肚明，知道自己随时都可能会变成牺牲品，所以才在夹缝之中谋得生存之机。夫人聪慧，为夫说了这么多，是不是应该奖励一下？你一身酒气，快去沐浴。不急。急？最近乱七八糟的事情这么多，三法司里仵作的事又耽搁了不少。哦，对，我明日要当值，我得去好好准备准备啊。都忙着呢。王妃，你可回来了。这阵子三法司积了不少案子，只等着您核验呢。对，最近京中宵禁解除，凶案增多，死的也是千奇百怪呀。确实是我疏忽了。行了，都交给我吧。啊。王爷，饭好了。哎呀，今天这红烧肉啊，做的可好了。哎，看这肉。王妃呢？哟，验尸呢。王妃说了，那尸体都碎，再不验都缝不上了。少卿，这菜不合胃口。
洗手。这什么啊？叫豆腐乳，是不是闻起来臭臭的？是。哦，不过这让我想到了，还有2具尸体再不验，它也要臭了。你已经连续验了9个时辰了，人手不足，你就是拼了命也做不完，不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根本上？怎么解决啊？三法司今日正在招新，不如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，招进来，统一由你调遣。由我调遣？我能管好他们吗？我相信你一定能，因为你有专业的仵作技能，又有着公正的查案思路，有一颗善良的本心。你那么优秀，不想影响更多的仵作，让世人改变对仵作的看法吗？你说的对，我得招人，招更多更好的仵作。这是在考现场重建？我们需要更能帮助恢复现场的仵作，而不仅仅局限在验尸上。这样好。这血流流注的方向，大腿小腿是相反的，说明什么？说明死者不是正常站立。如果是这样低着头，这个血滴的形状是合理的。姿态分析是正确的。这是最基础的一个现场，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完整的还原出来。对于仵作来说，验尸本身更为重要。想要还原案件，是需要验尸能力和破案能力兼备的。是我求全了，但你可以做到。那是因为我运气好，我被人带过，被人耐心的教过。其实，当时许多仵作能入这一行已经很难了，更别提……听你的意思，你没有满意的人选了？不合格就是不合格。我当年考试也没有通过仵作入选啊。之所以能进入三法司，是跟着王爷考核了一段时间。所以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先挑一些好苗子进入三法司，带他们、教他们，我们三法司培养一批自己的优秀仵作？今日招新，仵作一职，无人碰过。都没过。其实呢，大家或多或少的都掌握了一些入门的知识，只是还缺少实际操练和深入学习。所以呢，我跟安郡王商议了一下，如果大家愿意，可以先以学徒的身份进入三法司，跟随合适的仵作师爷进行学习。有机会，这好。前面的这些桌子上呢，就是各位仵作的名单及优势，大家可以自行选择。毛遂自荐一下啊，中间这里是我的报名点，我也很希望能把自己的经验和方法教给大家。大家可以开始报名了。谁呀？选谁没想。哎，御赐仵作肯定厉害啊！哎呀，老兄慎重啊，人家毕竟是安郡王妃，这个名头兴许有安郡王的面子在里头。是啊，离得近了嘛，容易有非议；离得远了吧，还学不到东西，就怕最后落不下好。
怎么了？不开心？其实我知道，仵作难当，女仵作更难得到认可。但是没人选我的时候，还是好难过。来，我们一起破了那么多的案子，我觉得我还挺厉害的吧。可他们还是觉得我没能力，觉得御赐仵作的头衔给的是安郡王妃，不是楚楚。世人多猜忌，我们只管做好自己。总有一天，我们涉过的河、翻过的山，总会成为他人指路的标识。你说的对，我的能力不需要向谁证明，我只要做好我自己的，尽我所能去帮助每一个想要成为仵作的人就行了。总有一日，他们会看到我的能力。我还是有点难过。那就再难过一会儿，公事一会儿再说。我好了，你要说什么？如今刑部和地方州县都缺仵作，这民间呢，肯定隐藏着像你一样有志于从事仵作的人才。我就想为你安排一场学徒特招。那我们就放宽限制，全城张榜吧，不管男女老幼，只要能通过基础考核，立志当仵作，就能跟我学习，怎么样？这个我同意。哥，大名鼎鼎的御赐仵作，现在面对百姓招收学徒，大家可以去试试，待遇丰厚。这不是御赐仵作的哥哥吗？正是，我妹妹之前学仵作，那可都是我教的。谁想跟我妹妹学，得到我的认可才行。哎，那怎么才能得到你的认可呀？前面的处事要寺是我跟官家合作的，大家多多来我店里，自然就能得到我的认可。多来照顾生意啊！多谢捧场。啥？楚大哥？啥？我在南诏就听闻你是主使，没想到在这儿遇到。说来这3年前，我做药材生意路过南诏与你相遇，是你将我引荐给了南诏王，我才接下了给御药房供药这门差事。大哥还没来得及谢你呢。哎，谢什么？若不是当年在黔州边界大哥照顾我，我哪有命进宫去？大哥这是涌泉之恩，我这只是滴水相报。不过，大哥你这差事做得好好的，怎么会来京城里啊？还不是放心不下我妹妹啊！我想着离妹妹近一些，她一个人在京城，身边没有亲人，我还是不放心，就背着她来到了长安，与她相聚。大家慢慢来，一个一个啊，排好队，排好队。是。老岳，哎，你快来。乔建北，这些人全是冲你来的。从哪找这么多人啊？是啊，没想到大家对查验尸体兴趣这么大。还好吗？都缺了一半。这人太难为了，没当仵作，甚至祖坟都往亲家了，走吧！娘姐，我不行，仵作真不是人干的。你没事吧？啊，你还愿意考试吗？王妃，我能不能不剖尸体，就在旁边给你打打下手，端茶送水都行。你来不是为了考仵作吗？这不是被安郡王大舅哥给忽悠了，跟我们说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阅历高，包吃包住，说不准就飞黄腾达，入朝为官了。我哥这不是乱弹琴吗？
唉，他也是心疼你，替你着想。真不争气，这群家伙怎么一个都没留下？以力教者，力尽而教疏；以势教者，势轻而教绝。如果只靠高官厚禄去招人，那注定是招不到一心专注的。哎，那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丫头，过几日我在药寺准备些你最爱吃的黔州菜，到时候你来吃。我还请了一位黔州的故人。故人啊？你在长安除了我们还认识别人？我的老朋友啊，你也认识他。哎呀，丫头，我就想让你帮一下小安，顺便提一嘴，又不是什么大事，干嘛非要把我拉来呀？快来！怎么了？是关于南诏二王子的。我哥以前在黔州边境，恰巧跟右承安认识。你认识右承安？可我跟他认识的时候，他还不是南诏二王子。什么意思？这些事儿我也是听小安说的。多年前，南诏王有一次去马场巡视，酒宴后，南诏王喝得大醉，恰逢是喂养马女的小安母亲从此经过，南诏王屏退左右，强暴了小安的母亲。这南诏王酒醒之后，憎恶养马女身份卑贱，不肯给小安母亲名分，就连对小安也毫无父子亲情。就这样，将他们母子二人遗弃猎场，不闻不问。小安的母亲带着小安，母子二人艰难度日，但猎场困苦，小安的母亲将他送到黔州亲戚家寄养。就是那段时间，我和小安认识了。原来如此。你以前怎么没跟我说过这些啊？我当年答应小安，不说出去。怪不得这右龙胜对他恨之入骨，只想着杀之而后快。也难怪这右承安养成了委曲求全的性情。王爷，这可不是小事啊！此事牵扯巨大，关乎我朝和南诏的朝堂，不得不报。亲生骨肉，你们怎么看？据说这大王子母家势大，侵占了不少老臣的利益。那些不愿效命于大王子的老臣，现在正需要拥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派系。二王子是最合适的人选，一不谋权，二不图利。届时只要我们适当的帮下这二王子，不仅于他是雪中送炭之情，更能遏制南诏王庭。是啊，王庭内部一乱，南诏自然就没工夫在边境生事了。如此，我边陲百姓才会有更多的安宁岁月。陛下，南诏使团难得进京，路上又耽搁了时辰，不如留他在京中多待几日，好好体察体察我们大唐的风貌。锦瑜，你觉得如何？回陛下，臣顾虑右承安并不像南诏王庭中传闻那样任人欺凌。仔细说说。他出身卑微，自幼养成了逆来顺受的性格，现在表面看起来弱小，只求自保，但一时无法确定他是否另有所谋。而且近日有大量的南诏外族暗中入城，明面上要有神官法师那样受百姓敬重的大能之人，行迹不清，目的不明，所以我们对待这位二王子需慎之又慎。无妨，不过一个王子而已。南诏王既然敢把这个二王子摆在台面上，那我们就没有不接招的道理。先请这个二王子在大唐做做客，之后的棋，我们可以慢慢下。今南诏二王子右承安立志温玉，菊亮弘雅，特受京师行走之权，知其种意，袭我华风，特此函告。父王，儿臣觉得那唐皇根本就没安什么好心，其实就是留了个人质在长安。万一二弟被人利用，儿臣担心父王的布局。姑爷抓到了破局之关键。
如今大唐的将领青黄不接，能派往南诏的唯有骠骑大将军谢怀定。只要拿住他，那么大唐便没有上能一战的将领了。大王英明，王英明。一个愿意留下来学习的都没有。是我太心急了，可能我自己也没准备好吧。谁？是缘分未到罢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安居王妃，原本是专程前来感谢王妃的救命之恩的，但是没有寻到你。门口的守卫说我可以在此一等，我就擅自进来了，没有坏了规矩吧？啊，没关系，今日的案子已经验完送走了。不过你刚刚一个人在这等着，这里可是验尸房啊，你不害怕吗？我倒觉得有时候跟死人相处比活人心安。啊？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以后有机会，我希望我能常来。我与楚大哥是旧相识，我们情同手足，我也时常听他提起你了。那他肯定没说什么我的好话吧？他常说你是楚家的骄傲，是这天底下数一数二的好武宗。他是这样说的？当然，我就是那日在药寺听他提起你之后，我才有了一个不自量力的想法。什么想法？我想拜安郡王妃为师，跟你学习仵作技艺。你想学习怎么当仵作？没错，我本对检验之法就略懂一二，对仵作这一行也是颇感兴趣。只是先前一直没有寻得一个好老师。不过，若是能拜这天底下数一数二的好仵作为师，那真是三生有幸。你随我来吧。哎，这是前几日的考题，你看看，试着还原一下现场。胸口淤青，大腿、小腿的血流痕迹相反，皮肤上的血迹有摩擦痕迹，只有蹲着的时候会是这样。此人是蹲着死的。那凶手线索呢？这些都不是凶手留下真正的痕迹，这是你们留下的陷阱，对吗？怎么讲？这里才是凶手留下的痕迹。这儿的血迹跟其他地方都不同，血滴是喷射状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只能看到这里了。我哥教书育人的水平，我还是了解的。我这是自幼见惯了伤残，自己也是大伤小伤不断，算是久病成医了吧。多学一些，也是想关键时刻保全自己。怪不得，我刚刚看你验尸的手法很干净，觉得你对人体的构造尤其的熟悉。你是有什么诀窍吗？还真有。这份图谱算是我的心头之好，我从不将它借给旁人。不过，若是王妃答应收我为徒，让我进三法司学点真本事，待我学有所成，那作为徒弟，自然是愿意跟师父分享的。好啊。什么图谱啊？
二王子看起来对我三法司很关心啊，不如跟我聊聊。安郡王，王爷，不知是何图谱，在下可否一观？我是打算跟王妃学习仵作技艺，还是先等王妃答应吧。王妃，我等你消息。先告辞。还在想那份图谱？我从未见过那么详尽的图谱，每一层皮肉，每种脏器，每一块骨头，甚至连血脉经络都标注得一清二楚，里面有好多我曾经都不知道呢。看来这右承安为了进三法司拜你为师，很有诚意啊。那我能招他进来吗？他很有天赋，又真心想学，还懂得一些不同于大唐的检验技艺和章法，我还能从他身上学到一些东西。如今圣上以交流为由，指令他长留长安，难说其中没有以他为质约束南诏王的考虑。他现在的处境非常微妙。哦，这样啊，那还是算了吧，朝廷之事更重要，毕竟培养仵作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以后还有机会。不过你若想细看那份图谱，我倒能想想法子。我想看，可是他好像很宝贵那份图谱，他会借给我吗？这么宝贵的东西，他竟让你看到了，就不是机缘巧合。借或不借，不由他说了算。景少卿，神官法师近日的行踪都在这儿了。圣僧不愧是圣僧啊！无论贫穷富贵，但凡真心相请，他都会亲自去做法事。一日最多能做3场。你们当值怎么没有这个劲头啊？但从这行踪上来看，也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啊。属下跟了这么久，觉得这个神官法师就是个真高僧，每日只想着普度众生，没什么太大问题。咱们会不会白费功夫了？此事还要王爷定夺，他不会无缘无故让我们跟踪调查的。无论结果如何，肯定有所考虑。景少卿，有动静了！就在刚刚，神官法师身着便装，独自个儿出了魏国寺。哦。我不找你还不回去啊！我就出来玩一趟嘛！玩什么呀？赶紧回去！里面玩玩啊！进来呀！他去那儿干嘛？你们就没对我有一丝丝的关心吗？关心你什么？我昨天一夜没睡，就自己在三法司查案。知足吧你！这2天为了保护那个右承安，我都是在房顶睡的。夫人辛苦，夫人威武。那你查出什么了？何止是查出来了，还查出个大的。王爷之前让我盯着的神官法师，年轻的时候啊，是我们大唐的僧人。大唐人？据说当时啊，他还没什么名头，只是个云水僧人，游方苦行，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去了南诏，再回来就成了万人敬仰的圣僧。但是，就在前几晚，神官法师着便衣去了教坊寺。这神官法师可不像第一次去，很熟悉的样子。这要是被京中那些对他趋之若鹜的人知道了，岂不是得翻了天啊？时下京中对圣僧的追随蔚然成风，
一旦被利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抓住这条线别放，也许就能按图索骥，获得一些孔雀的线索。哥，哎，丫头，你来了。我从府里给你带了一些吃穿日用，放哪儿？随便一放，快去吃饭。你还带了火腿啊？来一块。丫头，丫头，刚刚跟你说的小安想进三法司的事，楚大哥，不说这个，吃饭。三法司的事，王爷定夺。那你怎么办啊？我跟安郡王今晚在广泰楼有约，到时候我再找他商议商议。承蒙王爷多番回护，本来想先请王爷喝2杯的，没想到被抢了先。那我今日就借花献佛，一谢王爷，大就解围，二和他乡遇到相见恨晚的兄长。职责所在，不必挂怀。但二王子这个朋友，我确实想交。我来京城遇到2件幸事，其一就是与楚大哥相认，其二就是与王爷相识。王爷此话，我甚是开心。听说二王子那份图谱，内容详实缜密，不知可否借我看看？原来这顿酒是替王妃喝的。早就听说王爷与王妃伉俪情深，果真如此。不过实不相瞒，图谱过于珍贵，恕不外借。既然如此珍贵，又为何主动拿出来，作为加入三法司的交换条件？岁月点滴如小红渐袭，来时孤行白驹过隙，掌纹延续回忆的脚印，走出弯曲。两情若能比喻，风雨皆是途径，回望是一天起，与你的枝叶并连理，纠缠自相依。长路崎岖，化作日月轨迹，或如心流转四季。闪耀着梦的希冀，人世不再褴褛。放你在我的心，才敢拥抱恐惧，静待流言的平息，共赴命运的潮汐，你盖着天地。